嘿，大家伙儿早喽！9月6号星期五，明天上班了，是不是？假期过得很快啊。这边也是一秒入秋，不知道是不是有冷气流，还是说一直就这样了。现在只有16摄氏度，都有点凉。昨天也是阴了一天，然后有大风、阵风。我猜可能是冷气流还会再热几天。不过这个气温如果跑比赛就还可以了，争取这个气温能坚持到下周末。今天轻松跑，因为明天这边是周末嘛，明天我的最后一个训练日正好周六，在大阪城还是和他们跑15公里左右的节奏，4分左右的配速。那件背心还是没粘好，也可能是我那个胶抹的太少了。不过那个背心是这样，它只有这儿受力，就是你每往下落一下地，它都往下坠一下，对吧？不行就缝2针，因为缝2针就感觉会有那个线头，会有那线在外边。我肩膀应该还好，不会磨。不过那一代的版型确实是不太友好。你们看我那件是 M 号的，M 号穿上大，尤其是这个地方。S 号呢穿上又小。然后这一代，你们看这件是 M 号的，你看这个两边就相对合适一些。这一件的上一代，我那个是 S 号的，也还行。但是现在比最瘦那时候胖了2斤，而且我感觉不太好回去了，除非有大比赛。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呢？就我这个小频道作为一个自媒体，我其实非常希望做得特别好的，或者说能够为我想聊的事情贡献一份力量。最近我也看好多，不管是视频的还是文字的自媒体，或者是小媒体吧，说跑步啊，各种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一会儿咱们再聊啊，加油干，加油干！天凉下来，跑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其实就刚过了1周，上周的周末就是半马比赛那天，还炎热无比呢。下周日东京的半马之前是日本这边的奥运选拔赛，是一个全马。他们是8点多一点出发，好像也是同一个地方出发，然后也是同一个终点。我才知道的，就我对这些东西不是太，不能说不太关心，就是不太敏感。这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吧。刚才那么一瞬间，在开机之前，我有一点找到了所谓的充分后蹬的感觉。就像我跟大家分享过，在2000年那个时候加大了跑量，有一天突然隐约的找到了那种往前摆腿就像甩鞭子那种感觉，但是找到以后很快就没有了。但是呢，就会越来越频繁的偶尔找到这种感觉，之后也许它就变成一个常态了，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个自媒体，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并不是说让大家永远的就一直这么跑，然后等待水到渠成，但是也不是说过分激进的去不对，过分冒进的去追求太多数字的东西。有的东西就是大部分时候
水到渠成是没错的，尤其是对我们普通人跑步。当然了，专项练习也有意义。专项练习我觉得在2个点是最有意义的。第一个点是你已经突破了基本的耐力，就是说您可以一次完成10公里了，不走路，不掉速。在这个时间点呢，增加一些强度课，增加一些间歇跑、变速跑，会让您速度能力进步得更快。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基本上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希望不要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差。我希望，或者说没有像我这个年龄的小伙伴们，希望能够从2小时45进2小时40。在这个过程中呢，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更多的就是力量和肌肉的在一定力量强度下的耐力，拼的已经不是心肺和基础耐力了。在这时候呢，增加更多的强度训练和专项的力量训练是有帮助的。但是坦白说，专项的力量训练我练得不够，这个大部分人也会有这个问题，受制于条件呀、时间呀等等。这就是我想跟大家更多分享的，一个普通的跑步爱好者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总结分享的。我开始下雨了，就像雨天我训练，雪天训练，很热的时候，很冷的时候，我想的更多的是把它拍下来，记录下来。同时呢，大家也能看到说，其实也还可以。在这边生活了这多半年，认识很多这边跑步的小伙伴，或者看到了很多这边运动的小伙伴，就当然了，我肯定没有那么深入去了解，但是从表面上我看到的就是我们国内跑步的气氛和跑步的一些东西还在爆发期，虽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个爆发期是要持续很长时间的。它不光是针对跑者，也针对普通不跑步的人，并不是说在日本或者在美国就所有人都跑步，不是的，只是说这个爆发期怎么算是平稳了呢？就是很少会再有人说你跑步会不会把自己跑死啊，你跑了第几名啊，然后有没有奖金啊，这些那些，这些声音会慢慢的没有，不可能完全杜绝，但是比例会大大减小。我觉得到这程度可能就算是进入了稳定期。这个大到一个地区，小到一个家庭都是。就像我一开始跑步跑比赛，那我的父母亲人也会有这种各种的疑问，各种担心。但是现在呢，就不是了，问我成绩多少，排名多少，状态怎么样，对吧？这都是互相的熏陶和互相的影响，是不是？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跑步自媒体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起风了啊，有噪音，大家抱歉。就像我昨天分享的，比赛时间的确定、报名的开启，然后抽签的结果的公布，这些希望能够很早确定，这样的话才给比赛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来参加。大家基本上咱们都是上班了，工作了，
纵然这些事儿我们可以分析出很多客观原因，但是归根结底的根本原因就是它还不够重要，对吧？这也是一个发展必经的过程。反正这边的跑步的小伙伴呢，在我观察就是挺拼的，然后呢不太在意年龄，包括数据也不太那么敏感在意数据了。这就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也特在意各种数据，那红绿灯恨不得得精确的停表，然后回去以后看各项数据，甭管看懂看不懂，看着挺高兴。这边跑步的小伙伴呢，无论是快的还是慢的啊，都不太关注这个，就是强度课使劲跑，然后平常就轻松慢跑，碰见了就一起聊聊天，穿鞋也比较的随意，就是跑步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之前也分享，像我小的时候还宣传一定要吃早饭呢，那时候很多家庭都不吃早饭的，后来宣传说要喝牛奶，然后宣传说要多吃鸡蛋，后来宣传说要多吃水果，不能喝生水，对吧？这些都是从一个需要宣传的事儿变成了我们现在认为生活中必须要有的事儿。运动也一样，只是时候还没到。看大阪城安安静静的早晨，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今天跟大家闲聊这个呢？这两天我看了几个自媒体的文章在微信上，看得我有点不开心，就是就两极化的思维是要避免的，不是这个事儿非对就是记错的，对吧？跑步也是啊，你说大家有的文章说跑步太过入魔或者怎么样，然后不可取，然后有的说叫什么带来的损害什么的，那什么事儿其实都能带来损害。我觉得自媒体应该给爱运动的小伙伴或者希望尝试运动的小伙伴搭一座桥或者修一条路，让小伙伴们能够顺着这条不太偏的路开始或者进步，而不是先拿一大堆东西去吓唬别人，对不对？这个不好。我也说过，我纠偏，就像那篇文章说，很多人周去参赛，把自己跑得特别累，然后各种的跑步社交。我不否认，确实会有人很激进，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生命中必经的过程，那不可能永远持续这样。那这段时间对跑步有热情，这段时间就激动一点，这个难道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吗？持续这样，您相信我，没有人能做得到也。当然了，有人提醒的情况下纠偏，是要比没人提醒的情况下要快一点，找到自己可能偏离了正轨，对不对？也仅此而已。行，差不多聊了半天了，跟大家闲聊聊我的一些感触。其实还有很多，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善于迅速组织语言的人，想到什么再跟大家聊啊！大家加油干，加油干！10月6号星期五清晨7点09，训练结束。今天第3个训练日，跑一个15公里的轻松跑。看看数据啊，15公里14分36，平均配速4分58，心率140，功率199，步频197。天凉下来跑就会轻松很多，衣服微微的有一些汗，脸上也是微微一层汗，一下就凉快下来了，真的挺好的。今天跟大家聊这些，也是这两天我看各种的媒体，因为这段时间比赛多嘛，所以关于运动的跑步的媒体也相对活跃一些，发了很多东西，看了以后的一些感想。毕竟我这个小自媒体可能和人家那些不是一个等级，也不是一个目的，这么说
我就跟大家聊聊天儿，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最多就是在语言上呢有一些修饰，是吧？基本上从这周末开始就又进入准备比赛的节奏里了，因为下个周日的半马比赛，虽然半马不像全马有需要那么长的系统工程，但是半马就是你要全心全力的去冲那21.1公里，对吧？要全心全力的去冲。半马要做的功课就是怎么能够做到全程冲下来不掉，不用考虑抽筋儿，也不用考虑各种其他的那些问题，就是要冲下来，要冲下来，要冲下来就行了，好吗？这周末也有参赛的小伙伴，这周末是芝加哥马拉松，可能也有其他的马拉松吧。然后紧跟着这1个月就都是马拉松，大家都加油干。这段时间一定注意别受伤，受伤这事儿是可以主动避免的，就是热身充分，不要太冒进，别生病。别生病这事儿呢，大家只能尽力而为吧。反正那时候我要是有出国的比赛，就一定不能生病的比赛，那我就戴口罩就怕感冒。最近进入这个秋季，又开始要有流感了，对吧？行吧，我也是打算跑完下周的半马去打流感疫苗。流感疫苗我每年都打。作为跑者，不生病还是很重要的，生病耽误训练周期，会影响一个训练的节奏，好吗？但是也不给大家太多压力，一切事儿顺其自然。这件事儿发生了，它就应该发生，发生了就面对吧，是不是？行吧，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明天回评论，明天去大阪城碰到小伙伴们就一起跑一跑啊！咱们明天见，加油干，加油干！